在甘肃敦煌的戈壁深处，矗立着一座2000多年前的边关遗址玉门关。这里曾是春风不至的大汉国门，丝绸之路的重要关隘。如今虽仅存残垣，但站在这里，仿佛仍能听见霍去病远征的铁蹄声，看见左宗棠抬棺出征的悲壮身影。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片苍茫的土地，探寻烙印在黄土中的家国传奇。离开了阳关，我就驾车前往玉门关，距离53公里，需要45分钟。刚刚已经买票进来了，这里门票40块，但是观光车呢却要50块啊，因为这里面景点与景点之间的距离相隔比较远。这就是那一首凉州词了：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我们先来看看这座小方盘城等一下呢还要坐这种大巴去大方盘城以及汉代长城遗址。小方盘城就是前方这一座小土堆了。你看那边呢是有一条通道可以过去。感觉玉门关这里没有阳关那边那么荒凉这里起码还是有一些植物。世界文化遗产玉门关遗址也叫做小方盘城因为从上空来看它就是一个正方形，而且里面呢是空的，所以说叫做小方盘城。这里面的面积大概就是700平方米左右，城墙的高度呢是有10米了，相当于3层楼高多一点。这个城门呢还是比较小，可以同时容纳2人并行。这一面的墙角呢是有一个缝隙这是为了方便士兵从这里爬上去。从这里面来看的话呢，这里更像是一座瓮城此刻我正站在玉门关的遗址前，眼前这座方形土筑关城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小方盘城。初次见到它时，确实让人难以想象，这座仅剩9米多高的土台竟是当年大汉王朝西部最重要的关隘。别看现在只剩黄土垒砌的遗址，但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这里可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汉武帝设立敦煌郡后，在此建造了玉门关和阳关，形成了列4郡居2关的格局。张骞出使西域，玄奘西行取经，都曾在此经过。当年的玉门关商队络绎不绝，驼铃声声，是一片繁华的景象。这是保存最好的一段汉长城遗址。这一段汉长城呢，看起来跟明长城差别很大因为它现在已经是变成一层一层了。在远处呢，还有一个长城的墩台呢。最令人震撼的是保存完好的汉长城遗址。这段长城虽然历经2000多年的风沙侵蚀，但至今仍保留着近4米的高度。触摸着这些斑驳的夯土城墙，仿佛仍能感受到历史的温度。卫青、霍去病曾率领将士在此戍守，左宗棠也曾在此出关。这里每一捧黄土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在向西不远处的戈壁滩上，还有一座更大的遗址——大方盘城。这里是汉代昌安仓遗址，作为当时的军需仓库，设计得十分巧妙。大方盘城遗址它跟小方盘遗址区别还是很大因为这一个呢它是长方形，面积要比小方盘遗址呢要大得多。
在大方盘遗址的中间呢，还有一道隔墙，这边呢要宽一些，另一边呢窄一点。在这一边呢是有一座孤立的烽火台。现在这座遗址啊都是被围栏给围着。刚刚一路坐车过来的时候啊，就发现路边呢是有很多白色的东西。一开始我还以为路上结冰了，但其实不可能啊，因为现在的气温呢并没有那么低。也许这些白色的东西呢就是盐分啊。这座大方盘遗址呢，它本身呢就是建在一个台基上，所以说它是高出地面很多啊。那么这一座大方盘遗址啊，它的作用呢就是给玉门关都尉府啊囤放物资用的，粮食呢也是放在这里。而且我们在这边呢可以看到，在这个墙上呢是有一个个小的三角形孔洞，大家知道那个是用来干什么用的吗？在另一边呢也是有一些夯土台，像这一堆呢已经是非常破烂不堪了，中间呢也是爆裂了。那么这些啊就是一块块散落下来的夯土了，我想应该可以环绕着它走一圈了。仓库三面环抱沙丘，一面临近水源，位置隐蔽，不易被发现。古代守军在此储备粮草，为戍边将士提供后勤保障，堪称当时的边防后勤基地。然而随着东汉末年战乱频发，加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玉门关就逐渐失去了往日的重要性。到宋代时，这片土地已完全荒废，唯余羌笛声声，伴着无尽黄沙。如今站在这里，四周是无边的戈壁滩，风声呼啸，黄沙漫天。虽然往日的繁华早已消逝，但那种苍凉壮阔的美依然震撼人心。夕阳西下时，整个遗址沐浴在金光中，更显得庄严肃穆。参观玉门关时，建议选择傍晚时分，这时的光线最适合拍照。记得带上足够的水和防风外套，因为这里的风沙确实很大。站在玉门关的残垣前，忽然理解了荒凉背后的永恒。这座黄土垒砌的关隘，早已超越了军事防御的功能，成为了文明交流的见证者。他听过商队的驼铃，见过将士的英姿，陪伴过无数穿越这片戈壁的灵魂。如今我们站在这片土地上，与2000年前的先人望着同一轮明月，在废墟中寻找共鸣，在荒芜里感知温度。当风沙掠过脸庞，仿佛听见了历史的回响。所有的坚守与远行，都是为了更辽阔的相遇。玉门关不倒，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守护着每一位旅人心中的远方。